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来自361度的 Joker 2月机器2代。它的每一个配色几乎都会有高低帮2个不同的版本可供大家选择。那我打法偏向于外线自然也就选择了这个低帮版本。配置和鞋型其实跟上一代没什么太大区别，依旧是全掌的超临界。不过普通版身上并没有使用 RPU 的液态橡胶大底，只会在后期的 GT 版本身上才会使用。这一点多少还是会有点可惜。单支42码的重量差不多在400克左右，虽然算不上特别轻质，但是合理的重量分布让它在实际体感重量上并不会显得特别重，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当然这一代的鞋面材质变化还是挺大的，从原来的类皮质鞋面换成了这一代身上有点像是缎面的材质，质感确实会有明显提升。但是这种鞋面材质你想要去打理它，想要去清理它，难度会非常大。像我买的这一个配色我就是觉得好看才选的，但是一打球就后悔了，脏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整，也不敢用刷子刷，还特别容易脏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这一双鞋尽量还是选择深色系的配色，相对会耐脏一点。我知道很多博主已经开始测试 Joker 2 GT 了，那作为361度黑名单上的一员，我肯定是没机会提前拿到新鞋了。那大家就先凑合一下，看一下这一双 Joker 2的实战测评。至于 Joker 2 GT， 大家再稍微等一等，好吧？那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对于 Joker 2的实战体验。如果你对这一双鞋感兴趣，那就跟着当子的节奏，一起来深度了解一下这一双约基奇的第2代签名鞋。首先在脚型适配方面，这一次2代的变化是比较大的。之前1代大家也都知道前掌是非常宽的，而这一次2代将鞋楦做了收窄，算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，对于正常脚型以及窄脚的兄弟会更加友好。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宽，那我建议还是尽量试穿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，或者就干脆买大个半码或者是1码。只要选择了正确的尺码，它就能给到我们非常出色的包裹体验，非常精致。不管是静态包裹还是动态锁定都特别棒。在变向的时候，双脚在鞋内完全不会出现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掉跟或者是定脚趾的情况出现。但是在做一些比较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，它的鞋舌和最后一对鞋带孔这一个位置处会有比较明显的顶脚感，而且顶的还是挺厉害的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次 Joker 2是给大家配了2副鞋带的，一副比较粗一点的鞋带，还有一副就是相对比较普通的鞋带。我在使用粗鞋带的时候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顶脚感，但是换了普通鞋带之后，这种感觉基本上就会消失。但是不管使用哪一副鞋带，它们的包裹体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，都非常出色。只是在用粗鞋带的时候，它的第2对动态鞋带孔这一个位置处会有比较轻微的勒脚感，在实战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感觉不到的。那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如果你在使用粗鞋带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，什么这里的勒脚感以及脚踝处的顶脚感都没有的，那你尽量就去使用这一个粗的鞋带，毕竟它的颜值确实会高不少，装饰性会更强，对吧？而且这一个普通鞋带的长度也比较偏短一点，我们只能用来它穿里面的这一圈鞋带孔。说到这里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它的系带系统，它的第1对鞋带孔巨难穿，我穿这第1个鞋带孔就足足花了我半个小时才穿进去，所以我只换了1只脚，反正我左脚卡脚踝的感觉还算能够接受，所以也就只把右脚的鞋带给换掉了。我看后面的2代 GT 它的系带系统并没有沿用这一双鞋身上的，提前给到这一个设计一个好评。那吐槽完它的这一个鞋带孔，在它的鞋面这一块上面基本上就没什么槽点了，包裹出色，强度也非常高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。那如果硬要给它再找一点点问题的话，透气性也确实是它鞋面方面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。去年的 Joker 1代我没有穿过，但是 Joker GT 在我体验下来真的是一双非常出色的实战好鞋，中底的体验特别棒。而这一代跟1代 GT 的感觉则完全不同，1代 GT 的中底是那种更加偏向于脚感的调教，脚感非常棒，软大于弹。而这一代的中底明显会更韧，上脚之后并不会有什么软的感觉，但是缓震极限提升非常明显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几乎不会有什么震脚感，但是
去年的 Joker GT， 因为它的中底调教比较偏软，总会出现中底被踩穿的情况。如果你注重缓震，那这一代的表现会更好。重心的话，两者的区别不大，依旧是一个偏向于团队的重心高度，场地感并不算特别优秀，但是反应性明显会比上一代好了不少。脚底下的感觉非常干脆，在发力蹬地的时候，中底的反馈非常直接，完全不会泄力，即使是后卫去穿它，也不会觉得它肉，体验非常棒。不过加宽的外底以及相对比较平整的造型，就注定了它不会是一双主打灵活或者是主打跑动的篮球鞋，它会更加注重稳定性。上脚之后的感觉就是四平八稳，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。但是在做一些切入动作的时候，它的中底在弯折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阻力，并不是特别适合做一些切入动作。变向确实没什么问题，在做变向的时候，前掌的弯折还是比较丝滑的，没什么明显阻力。综合看下来多脚步的外线球员并不是特别推荐，但是只要你不是那种变向狂魔，那种会在球场上一顿运的球员，那这一双鞋就没有问题，而且体验也肯定不会差，并且它的中底刚性以及后跟支撑也都做得不错。虽然中底并没有碳板，但是中段刚性非常高，在后跟处也用了一块 TPU， 进一步提升了后跟支撑。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防守受到对抗时，鞋身的姿态都能表现得非常从容，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形变。不管是什么强度的球局，它都能胜任。而至于跑跳体验，那肯定不会是它的强项，毕竟是约基奇的签名鞋嘛，主打跑跳也不合适，对吧？但是中底的过渡没有任何问题，过渡非常丝滑，从后跟过渡到前掌不会有任何一丝断层的感觉。虽然没有激进的外底造型，但是跑动感受也不会太差。而在蓄力起跳的时候，虽然不会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助推或者是脚底反馈，但是也不会说有什么负面的影响，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，算不上出色，但是也绝对不算差。外底表现也算是无功无过，在干净的场地上，它的抓地非常棒，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打哪，想停就停，但吸灰控制比较一般。在有灰尘的场地上，我们需要经常用手去擦着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不过总的来说它的止滑效果还算可靠，只要你擦一下鞋底，抓地力就会立马有提升。如果能用上自家的 RPU 液态橡胶，那该多好啊！不仅能有更好的抓地，吸灰控制也会有提升，对吧？同价位的标速 BB 啥的也都能用，Joker 2身上不给啊，多少有点说不过去。而且它的外底也并没有那么适合外场，在主要发力点位置处的纹路又细又软，打外场估计坚持不了太久。如果大家要选择这一双鞋，还是尽量就打室内的木地板就好了，好吧？Joker 2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，这一双鞋就是一双非常出色的团队鞋款，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均衡，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点，但是同样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，就非常的水桶。不管什么打法，你都可以去选择它，并且都能得到不错的穿着体验。但是放在这么多水桶鞋、团队鞋里面，它的体验也一定算是比较拔尖的，会比定位相近的友商产品，像是利刃预帅我体验下来它的表现要更加出色。如果最近你想要购买一双团队鞋，那这双鞋应该会是我在众多国产品牌当中首推的一款。那既然是一双团队鞋款自然它的适配人群也会相对比较模糊一些。如果你硬要我说一下它的适配人群的话，打法比较均衡，5突5投或者投射偏多一些的球员会更加适合去选择这一个鞋款。当然，如果你的打法会更加偏向于内线一些，那这双鞋我相信你应该会非常喜欢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在视频结尾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马年大吉！希望大家在这一年里面都远离伤病，学业进步，事业有成，身体健康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